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财经焦点，赶快来关心的是历史级的美股泡沫末日进入倒数了吗？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们做互动。如果您认为真的有危机了，留言写1；如果您认为美股还会继续的持续的暴涨，可以留言写2，跟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互动。来关心到是费半指数暴跌了10%，AI 神话现在松动，还包括了美股、美债、黄金、比特币全面跳水。下一张股牌会是 AI 还是整个华尔街惨遭血洗？今天就这些议题，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事情就是发生在上周五，惨遭了空头血洗，美股4大指数全面重挫，是上演了惊悚的黑色星期五大逃杀。赶快来看到一下细节，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幅度超过10%，当中是 AI 股暴跌幅度是最高的，几个领先的这些非常重要的企业，包括了博通，股价重挫15%，美光股价重挫13%，辉达6%，AI 跟晶片股展开了大逃杀。短短1天之内，美股市值蒸发幅度高达了1.8兆美元，不只是美股血洗，包括了美债也血洗，黄金同样是暴跌，而且还有比特币也是暴跌，一度暴跌幅度超过5%，失守了6万美元大关。多位的这个金融专家还有经济专家赶快跳出来示警。末日博士说，投资人啊，现在切勿盲目的追价。他认为说，美股的崩盘已经如定时炸弹，他认为随时可能会引爆。这话说得非常的重。我们来看到巴菲特指标，现在说呢，已经上升到231%，是历史新高。这个巴菲特指标是美股总市值占美国 GDP 的比重，如果高于200，就被视为是玩火了。那何况现在已经到达了231%哦，让这个历史级的泡沫警报狂响起。花旗说了，这个现在的状况是已经出现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严重的泡沫化迹象。他认为说，如果市场风险持续增加的话，股价还有大幅修正的可能性，提醒投资人切勿在这个时候逢低抄底啊！这背后暴跌的4大导火线，我们也来看一下细节，包括了 AI 信仰开始做松动，尤其是博通的财报出炉表现不如预期，再来就是这些AI 股现在的信仰开始松动，但是我们看到 AI 新创却还是在疯狂的筹资。首先 Alphabet 宣布将会发行的是800亿美元规模的股票筹资， Meta 也说接下来它会跟着一起跟进。再来就是美国新出的这个5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表现强劲，达到了17.2万人，失业率维持只有4.3%。现在看起来这些经济数据蛮强劲的，所以看起来这个联准会降息的梦就会碎了，有可能升息，所以带动了股市暴跌。另外就是美国自己的通膨问题还非常的严重，消费者物价 CPI 预估年增率还高达了4.2%，创下3年新高，就怕联准会会持续的升息。现在川普出来说话了，他说啊，联准会你这个时候如果升息，这绝对是错的，再度的呼吁应该要赶快来降息。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。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巴菲特指标升到了历史高点，末日博士也出来警告，别急着抄底，这些都是华尔街的专业人士说的话。市场甚至出现了2000年或者是2008年这个金融海啸前的警讯，美股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修正状态，还是有可能进入历史级的泡沫悬崖边缘？ AI 神话有没有可能破掉，成为金融海啸的第一张骨牌？赖老师怎么看？我看现在很多人都很焦虑啊，很多人他都陷入一个非常迷惘、非常彷徨啊，非常恐惧。然后有些人可能认为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啊，也就是当初高点的时候我没有买，那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赶快进来抄底了啊？因为这样狂跌，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都折断了啊，往下折了，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赶快进场来捡便宜，那我还可以再赚一波？各种论断都有，那看你是信谁，你信莫日博士的，信巴菲特指数的，他都告诉你说不要再玩了，够了啊。要赶快保守一点了，但是有些人会说抢进啊，这是捡股票最好的机会啊，是因为过去啊都已经涨到那么高点了啊，联发科涨到多少了，
台积电涨到多少了？你现在不赶快去抢底的话，到时候明天一反弹，你又2晚啦。你看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之前我就跟你讲，700-800点的时候，我就说会涨，你就还看。我说2000点、2000多点，你不相信。1000点呢，破了1000点，你还在问我，我就跟你说2000点，然后现在你还是不相信，你看吧，破了2000点了啊，那你现在信还是不信啊？你说折断了，折断了就是抄底最好机会啊，你信还是不信啊，观众朋友？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健康吗，还是不健康？因为没有人去看本益比了，没有人去看这个股票它本身，因为现在6月份已经是股东会了。股东会已经陆陆续续的除权息都开始了，没有人在乎除权息的一个基本面，没有人在乎它的本益比的基本面都不在乎了，都说股票是买未来，未来我们它很有可能不得了的好啊，所以他今年表现不好，今年的股息根本分不到1毛钱，搞不好还贴的。但是这个股票已经猛涨了，所以该不该买啊？该买啊，买未来啊，因为未来没有人知道啊。所以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是投资者，我坦白说，如果我的建议，我觉得谨慎保守是当前经济环境最恶劣的最好的一个方法。不要羡慕别人在上个礼拜之前赚了一大笔钱，不要去羡慕他们。是，但是问题就在于你现在就应该抄底吗？有些人说，或许股票就是跌一天，明天又弹上来了。如果明天弹上了，后天再重挫，那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。因为所有的人，专业的人他会告诉你说，最怕的就是看回不回，或是看跌不跌，也就是说应该止跌了吧，它又往下走，然后一直往下走，一直往下，像拖死狗一样，拖到最后你就没有救了。我觉得目前来说，有很多很资深的都已经告诉你说危险，危险的时候，我个人认为，当你的每1毛钱赚的都不容易的时候，这么多人喊你危险，你不要去不要去贪，说我上次没有抢到搭上列车，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来搭列车。我觉得安全，钱在你手中最安全了。目前来讲还是安全一点比较好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包括多位专家，还有来自于华尔街的这一些金融巨擘，都对于当前的这个美股还有美国的不管是债务金融表现，都是以比较保守甚至是悲观的一个市景哦。那同样的问题，吕舰长又怎么看？包括了这次跌的不是只是美股而已，全面重挫指的是说美债还有包括黄金、比特币全面暴跌，舰长怎么看？以前我们来看到有关于股票或者是债券、黄金跟比特币，它之间是有一种联动，但是呢，不是全部都正面，也不是全部都是负面的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，也就是全面齐跌。那这个全面齐跌，第一个我们先看到今天台湾的股市中场以下跌1568点做收。那其实中场最大跌幅高达了2700点。那还遇到了很多的大型券商它的 APP 故障。那也就是你想逃无门想减不能那也就是大家要买也不行，要卖也不能。然后你就看着那个指数不断的往下跌。那刚刚赖老师已经给大家做了很多的建议劝告了。那其实我们来对应一下从历史来见今。那当然我们来从历史见今的话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做牛熊指数的。那牛市我们一般讲的也就是多头，熊市我们一般讲的就是空头。那它当这个牛熊指数接近100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下跌的开始。那我们从过去无论是2000年的网络泡沫，或者2007年到2008年的次级房贷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2022年的这一个新冠肺炎的时候，其实它都到达了我们刚刚讲的牛熊指数100%的部分。那也就是刚刚大家都认为这次不一样那这次绝对没有不一样，完全相同那也就是刚刚赖老师讲的，也就是看回不回，看跌不跌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多头不死空头不止。那也就是会不会继续跌下去是一个问题。但是黄金是大家现在比较
喜欢讨论的部分啊。那黄金它跟其他的金融商品最大的不同，它没有利息的存在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啊，这个有关于黄金的部分，每次当它下跌的时候，重挫的时候，都有很高的成交值，也就是接手的力道非常的足够。那为什么呢？例如说，我们来看到4月跟去年的跟今年的2月都分别有一次，然后前几天也是如此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其实真正后面最大的作手，也就是各国的中央银行，因为在各国的中央银行历经了，也就是看到了美国是如何的对待，无论是这个俄罗斯，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伊朗，都知道，如果你现在不是持有黄金，你的币值不是跟黄金联动，而是跟美元联动的话，随时美国要你死，你就是死啊。那所以也就是。当大家不看好黄金的时候，黄金就有很大的接盘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黄金进入了一个箱型整理的一个状态。那这一个部分呢，也是劝告大家投资是有风险的。那各种风险要自己承受，不是我们这个节目讨论的是国际政治，不是股票分析啊，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。好，这个确实我们是讨论国际政治哦。那不过呢，我们也来看一下，那这个是跟 AI 有关系的 ，AI 会不会经历接下来的泡沫化？因为也有许多专家这样子的事情，那杨老师又怎么看？我比较就是平衡一点哈。我觉得其实现在，如果以今天而言，台股你看它虽然是掉了1500多点，但是台积电大概掉了70块，3%。可是呢，买零股的哈，也就是不买那种，就买零股的哈，什么10股啊、100股啊这样子的哈，来到了180亿。所以这些散户哈，还是对台积电非常有信心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对 AI 有信心。还是说对接下来的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这种投资扩张有信心？但 AI 的所谓泡沫的问题是在这个投资扩张是真的，可是它的商业的收益能不能够在短时间、中期能够有一定的回馈，那这就是不确定的。所以我简单的说，我觉得一句话应该说，现在是处于有基本面支撑的结构性高估，以及历史性的记录。那这个结构性高估会让人紧张，所以你看到那个巴菲特指标231，巴菲特自己他在就是2001年接受《财富》杂志的时候说，他说如果这个比率高于200的时候哈，那就是表示你在玩火了，表示这个火已经玩得很大了。那花旗的警报更说，它是在18项指标当中，现在已经有11.5项，达到最高指数。他说，只要超过双位数就已经很危险。那过去的确，那个.com泡沫化的时候是来到17.5项，而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时候来到13项。所以花旗的这个数字也告诉我们，其实接近很危险过去2次.com跟金融海啸更为严重。所以的确市场过于集中，就是历史的记录。美国的5大几乎占就是 SP500的30%，那不可思议吧？对。然后呢，私人的这个市场估值出现泡沫的一些特征，资本的支出呢也前所未有的这个现象。你看到，光是比如说微软、Google、亚马逊跟那个 Meta 4大超大规模，就已经在整个 AI 的支出上面，事实上是非常的庞大。那可是现在有几个不一样，就我刚刚讲资本面支撑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些大的刚刚讲到5大还是4大，应该讲美国主要是8大，都还在赚钱。辉达2026年的就是整个收入去年2159亿美元，毛利率是71%，净利率是53%，所以他自己本业在赚钱。虽然投资是很大，然后呢，企业的财务体制比2000年.com的时候是要健全很多，没有很多公司前8大在玩杠杆。台湾的科技产业也没有什么公司在玩杠杆，也就是财务性的操作其实是很少见，
以前根本就是一窝蜂的下去，是比那个点数，然后玩这个杠杆。是，然后呢，盈利的成长是有真实的基础，所以这几个又很真实。只不过就是说，短期它的收益是不是能够出现？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美国的企业发现到，它的光是 AI 的支出哦，已经高过它在裁员上面的节省。也就是这些使用这个 token 哦，每月在结算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到问题很多，因为价钱很贵。可是现在光是 OpenAI 或者是 Anthropic 以及 SpaceX 现在准备要进入 IPO 的阶段，这3大巨型 IPO 哈，能不能真的有效的募资？大家对于市场的评估啊，现在看起来就是很紧张。所以我还是一句话，这是有基本面支撑，因为它代表的是新的科技世代。你不能再用传统的思维、财务的思维、杠杆思维来看。可是呢，真的出现了历史的记录，也出现了结构性的高估。那这个高估，那就要你自己估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只是把基本面呈现出来而已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。